我姐失踪后留下诡异朋友圈：黑狗长出白鳞片，肉井眨着千只眼，人类逃不出哀牢山。不到半分钟，她又发了条朋友圈：我要斩断阴阳丝，地点显示的就是云南的哀牢山。2个月前，我姐前往云南支教，地点是哀牢山西北路一个叫多吉的小村子。原本一切都很正常，直到1天前，她发了这条怪诞的朋友圈。我当时还评论了一句：午饭吃了彩色蘑菇。她没回我，但不到半分钟，她又发了条朋友圈：不要斩断阴阳丝。阴阳丝看得我满头雾水，但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心急之下便给她打了电话，但却没有任何人接听。我立刻赶到当地报警，警察脸色阴沉：云南根本就没有多吉村，而且户籍上显示你是独生子，你哪来的姐姐？独生子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看，这是我姐微信，她还发了2条古怪的朋友圈。警察看了眼手机，又看向我：你确定？我后知后觉看向手机屏幕，那2条朋友圈消失了，手机界面根本就不是我姐微信主页，而是我自己的主页。我连忙划了划手机，却怎么也找不到我姐的微信。都说了下不为例，警察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没必要再装了。一种刺骨的寒冷瞬间袭击了我，我旋即拨打熟人电话，试图佐证，可他们都告诉我我没有姐姐。回到家，姐姐放家里的衣服、上学时的奖状、拍过的合照，所有的一切都不见了，好像整个世界抹去了她的所有痕迹。之后几天，我都在寻找我姐存在过的依据，可越寻找越绝望。我甚至一度怀疑我是不是得了精神病，姐姐是我幻想出来的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梳理着所有细节，除了不存在的多吉村外，最关键的信息便是我看到的那2条朋友圈：黑狗长出白鳞片，肉井眨着千只眼，人类逃不出哀牢山，不要斩断阴阳丝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再去一趟云南，因为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地方——哀牢山。但彼时的我还不知道，未来困住我一生的梦魇已经将我笼罩。哀牢山，国内著名的人类禁区，绝大多数地区都是浓密的原始森林，常年大雾笼罩。据我查询的资料，哀牢山西北路，也就是多吉村所在的方位，即是大片无人区。我包了个车前往哀牢山。师傅，哀牢山附近有叫多吉的村子吗？没听过。司机摇了摇头。年轻人，你去西北路做甚？那地方邪气得很。师傅，这是有什么说法吗？大概3、4年前，我有个老表从那儿进去采药，5个人进去，就他1个人回来。唉，司机叹了口气，我心头一惊，是遇到了意外？没人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。我老表出来，人已经疯了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不到3天，他整个人身上肉都化了，像滩黑色的烂泥。说到这儿，他后怕道：后来给他埋了，坟包不仅离奇开裂，就连棺材里放的遗体都不见踪影。当时有人路过，说看见一个大黑蛾子从坟里钻了出来。不知不觉，我竟出了一身冷汗。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奇怪的地方？司机想了想，还有的话，就是他当时天天跪拜女娲娘娘，念叨着想回圣村什么的。圣村？那是什么地方？过了半晌，司机没回话，于是我向前探了探身子，抬手拍拍司机肩头，瞬间我触电般收回了手。那肩头下的触感冰凉黏腻，像有东西在蠕动，空气中腥臭蔓延，瞬间我感觉到身体一阵剧痛。再次睁眼的时候，周围是大片的原始森林，不远处是个小村落，见村口有块大石头，表面长满青苔，上面依稀写着3个字：多吉村。我愣了愣神，刚才不是还在出租车上面吗？宋老师回来了。耳边突然传来银铃般的笑声，一个扎马尾的小女孩跑过来抱住我的大腿。很快一堆孩子跑了出来，一张张天真的笑脸围着我。宋老师回来了，宋老师回来了。不断回荡的笑声让我有些眩晕。为什么只有这个小山村的人还记得我姐姐？无数的疑问涌向我。我不是你们的宋老师。这时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赶来。是宋老师吗？你们认错了，我是宋阳老师的弟弟，我叫宋潇。那宋老师具体多久回来？他已经走了快1周了。村子里的孩子们闹着要老师。我来这里就是来找我姐的，她失联了，到处都找不到她。宋老师会回来的。宋老师经常离开，但每次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到村子，从无例外。经常这样。上次他离开了多久？1个多月吧，记不清了，反正近2个月。他说没说去干嘛？老头摇头不语，双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随后老人率先开口：你是宋老师的弟弟，应该也是大学生吧？要不就先住在村里，等他回来。这些天希望你能帮忙教教孩子们。我作为村长，代表所有村民感谢你。孩子们仰头望着我，我想了想答应了。我莫名其妙来到这里，这其中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。果不其然，来村子不到半天，我就察觉不对劲。这座村子里有太多古怪的地方了，比如村长家的那条大黑狗。当时看到那条大黑狗的第一眼，我脑海中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条朋友圈：黑狗长出白鳞片，肉井眨着千只眼，人类逃不出哀牢山。
不过黑狗是细犬，毛发稠得发亮，连一根白毛都没有，更别提什么白鳞片了。唯一怪的是它不叫唤，哪怕看到我这个外人，它也不叫，就低着头，两枚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这种感觉很瘆人，让我脊背发凉。可又感觉很熟悉，但一时想不起来。还有就是这里每户人家的外墙上都画着女娲伏羲交构图，长长的蛇尾交缠延伸到地，如没有尽头的双螺旋。这时，一个自称二柱的红脸男孩小跑过来：“你有没有看见我家的大公鸡？找半天都没找到。”我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摇了摇头。二柱叹了口气离开了。看着二柱远去，我回到村长家，继续整理我姐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老旧的笔记本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拿出来翻看，发现是我姐写的日记。然而就在我看到第一页的瞬间，冷汗席卷了我的全身。7月12日，天气晴，二柱被狗吃了，他妈妈很开心。